战地记者是不折不扣的最危险的职业。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30多名记者在伊拉克殉职，另外还有不少记者频频成为以武装分子的绑架目标。战地记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渴望和平，但是他们不得不冒着枪林弹雨；他们希望描绘生命的美丽，但是他们不得不直面绑架、鲜血和死亡。而袁占侠更是看到了一幕他根本无法想象的真相。咱们这样做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我总觉得对不起袁记者，当年要不是他，咱孩子肯定就病死了。人还给了咱钱，给了咱药，给了咱粮食，袁记者对咱有恩啊。那有什么办法？你又不是没看见，要杀他的都是政府军的人。再说，人家给了咱钱，那可是一大笔的钱，有了这些钱，咱们就能离开这该死的国家。再说，收钱的时候你也没反对啊。可是，行了，别啰嗦了。杀他袁占侠的不是咱们，咱们只不过就收了点钱，按照他们的要求把那个袁占侠骗过来而已。别想那么多了。姓袁的那个记者，无非以前就是帮过咱们，现在跟这些钱比，算得了什么？可是政府的人为什么要杀袁记者？你管这么多干嘛？人家给钱，你就照办得了。行了，跟你走吧。那个希维克把你给出卖了。是啊，我让我所帮助过的人给出卖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件事对你造成了打击，使你充满了仇恨。仇恨谈不上，不过童年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做一名战地记者，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小国家。我这一生一直坚持的信念是什么？我知道，你想用摄像机记录下战争的残酷，记录战争下满目疮痍、艰难度日的人们。你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拯救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过上安稳的生活。是啊，我一直有所想，就是能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他们，帮助那些苦难中生存的人们。所以我放着平静的生活不过，忍受着恶劣的环境，过着艰苦的生活，冒着危险，只以自己的生命不顾，就是为了。可是最终我看到的，我一直关心的这些人，他们人性的卑劣，为了钱，他们可以出卖任何人。我在他们心中只是工具，只是个玩偶，只不过是个小丑而已。他们不值得我去关心，不值得我去帮助。他们其实都该死，不是吗？可是其他人呢？他们并没有伤害过你。人都是一样的，卑劣的内心。于是你就想报复全人类？当然不是，我又不是疯子。但是经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帮助别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和金钱比起来，我们这些人是根本无法抗衡的。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你只要生存，就必须要强大。
有了强大的势力、强大的财富，你就可以控制那些卑劣的人，就可以操纵他们。而对于他们，让他们感激你，还不如让他们害怕你。后来呢？后来，我肯定是不能回去了。只要我一现身，一定会被他们杀死。同时，我也知道，在战争中，武器是最值钱的。于是，我就把这么多年攒的积蓄，在当地建了一个秘密的研究室，研制我的病毒，并派人和政府军和反政府军接洽，获得了他们提供的大笔的研究经费。这不是很好吗？他们都以为我已经死了，绝不会想到，我就是这个病毒的制造者。可是你已经有财富了，为什么还不知足？没有，远远没有。他们提供的经费远远满足不了。但是，就在我实验室快成功的时候，由于国际社会的介入，战争却结束了。对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实验。实验？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所有人？杀人？不，我是想要制造病毒，用病毒把他们变成疯子，不想直接杀掉他们。当然，我所做的一切，为的还是财富。喂，你好，请问是第3频道吗？我想找一下第3视角的新闻记者袁旭。好的，谢谢。什么？不在？哦，没事儿。我们小区有个新闻，想跟袁记者说一下，看看能不能替我们报道。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好，我知道了，谢谢。喂，我是百合。通知所有相关部门，天启计划进入倒计时，所有相关人员做好准备，24小时待命，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岗。好，明白。我是百合，天启计划进入倒计时，所有的工作人员24小时待命，相关准备工作马上开始。终于要开始了。百合，抽时间来我办公室一趟。还是钱？当然了，
当时我们研究还不成熟，内战停止，我的研究就没有用了，资金链也断了。但是就在这时候，我遇到了另一个人。谁？当然是完美生物的真正的老板了。他是谁？孩子，这个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秘密，但不包括别人。好，完美生物看中了你研究的病毒，所以他们重金聘请了你和你的团队，一手研究病毒，一手制造解药，要的就是用这种方法去获取巨额的财富。没错，就是这种病毒，我们管它叫6号病毒。那你们研制成功了？当然。那你们为什么不开始实施计划？当时病毒虽然研发出来了，但是并没有解药。如果想研制解药的话，必须要进行实体试验。李东灿就是实验品。是的。李东灿遭遇的不是意外，是你设计好的，是你故意将6号病毒放在李东灿的桌子上。当然，那么重要的东西，我不可能随便乱放。你知道当时办公室只有李东灿一人？是的，我还特意把培养皿的边缘抹上了油，只要他拿起来，就很有可能滑落。李东灿在中毒以后，呈现出了癫狂的状态，他无法忍受痛苦，所以潜意识里想要自杀，而你就在一旁观察这一切。当你看到童宇想要救李东灿时，你担心童宇会把他送到医院，所以为了阻止这一切，你杀害了童宇。哎，兄弟，兄弟！你说的没错。那你为什么不杀李东灿？李东灿当时已经昏迷了，而我知道，在中毒期间他是没有记忆力的，我也没必要杀他。我也不喜欢杀人，况且我也想观察这种病毒是不是会有反应，同时也可以24小时对它进行研究，研发解毒药。可是你的病毒并不成功，李东灿对当时的情景还是有一些记忆的。是吗？那也许是我的疏忽吧。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在医院里拿着保温杯的人，还有张医生，是不是都是你的人？是的，那个人叫陈莽。本来我是想让他提前完成完美生物的计划，但是最后一刻我犹豫了，所以我就让陈莽回来了。可是当时我在监控里面发现，试管中的液体已经泄露了。一开始我们也是很奇怪，为什么病毒没有传播？后来我发现，病毒是和一种叫生物完化剂的药品发生了反应，而彻底失去了效果。我明白了，所以在那之后，你们就有了6号病毒的彻底解决方案。是的。那个张医生呢？那个张医生是我回国之后发展的第一个基地成员。你当时到医院找过他2次，在那之后，他就失踪了。他自杀了。为什么？
张医生在研究病毒的时候，不小心感染了病毒，可能是想不开吧，自杀了。进来。王总，您找我？准备的怎么样了？接到您的命令之后，就在第一时间开始准备了。多久能准备完毕？最晚明天凌晨就可以全部结束。实验室是重中之重，一定不要出现什么问题。您放心。哎，对了，那个袁振霞有下落吗？我已经派人出去寻找了，不过这个袁振霞非常狡猾，现在还没什么消息。那个记者有消息吗？我给电视台打过电话，说是请假了。我怎么总觉着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呢？弄不好被他们把我们的计划破坏了。我们一定会非常小心的。实验室准备好之后，所有人员立即撤离，然后销毁实验室。明白。所以，你用你的研究换取金钱，我有什么错吗？为了你的私欲，你杀人。记住，要成功，必须要有代价。你就不怕受到制裁吗？制裁，大不了就是死亡。你别忘了，我已经死过一次。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启动这个计划？很快了吧？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的时间并不多。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女孩叫童心，童宇的妹妹，现在也是我最好的妹妹和搭档。你究竟把她怎么了？啊，你也看到了，我给她注射了6号病毒。你怎么可以这样？元旭，不管怎么样，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都是我最爱的人。况且我了解你，就像了解年轻时的我一样。我知道，这位漂亮的童小姐，你爱着她，所以我不想伤害她。你想干什么？这个是6号病毒的解药，它能够杀死病毒。不过我要告诉你，这个解药是由2种胶囊制成，第一种是克制并发，第2种是杀死病毒。不过我要提醒你，只有1次服下才能算是真正的解药。我给你的只是第1种。你不用怕，你给他服下这种药，他体内病毒就不会发作。等我计划成功了，我就给你第2种。你拿这个要挟我，卑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肯定会拼命去阻止我的计划。所以，
元旭，如果你还想让他继续活下去的话，就不要插手此事，也不要报警。你不愿意这么漂亮的女朋友一辈子住在精神病院吧？还有，等我完成这个伟大的计划以后，你还愿意回到我身边吗？没关系，再见。请进。百合小姐，实验室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了。6号产品全都封装完毕了吗？是的，按照您的要求分成了10组。成品解药呢，也封装好了吗？是的。把所有的成品解药送回总部封存，所有的药品资料全部销毁。10组6号产品，按照要求送到指定地点。人员全部撤离，你最后一个走。走之前，销毁我们所有存在的证据。明白。去忙吧。王总，实验室这边已经准备就绪了。好。王总，刚刚相关的部门打来电话，说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就等您发布命令了。应急组呢？应急组是最先打来电话的，说完全没有问题。好，通知各部门，凌晨3点开始行动。好。孩子，等计划成功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完成我们曾经的约定。你好，王总。请放心，绝对没有问题。好。老童啊，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相信，你和我的选择会是一样的。
红心，对不起，我必须要这样做。不过你放心，我一辈子都会守在你身边的。丫头，等我回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出去传播6号病毒的人吃了解药，还会发生感染的症状？不可能啊！袁振霞给我们的6号病毒样本和解药的样本，我们都已经在动物的体内做过试验了，是有效的呀。我想这件事儿只有袁振霞可以解释清楚，之前都是他在负责6号产品的研究。依我看，10有8九是他捣的鬼，他更换了病毒，我们的人传播出去的不是6号病毒。还不快去找！就是挖地3尺，也要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找出来。我已经派出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了。王总，还有一件事儿。什么事？快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手中的解药肯定是无效的，而原因我们还在分析当中，需要多长时间我现在也不太清楚。虽然我们研制的病毒扩散度不是很高，如果不是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应该不会造成太多人的感染。我也不想造成大面积的恐慌。但是王总，虽然我命令我们的人把病毒投放在人少的地方先看看效果，但是还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扩散。如果没有解药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袁振霞到底想干什么？伙计，用不了多久就该轮到你上。也许，希望这次不要让我失望。你认识我吗？认识我吗？是我的小乌龟啊！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不要过来！你们不要过来！再过来给你们拼命啊！不要过来！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看看在我的庇护下，你们究竟能不能战胜我的人民？我就是无所不能的救世主！哇！让这个世界早点重生吧！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故意散播病毒，然后拿出解药，从中牟利？记者同志，不是我不相信你，实在是这话说的有点玄乎，感觉像是在拍电影似的。警察同志，您刚才也说了，我是一名记者，所以我是不会无缘无故跟你开这种玩笑的。我现在之所以拿出来这瓶解药，就是想能够通过你们警方的力量，去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然后能够解药大批量的生产。好吧，我会跟上级反映的。但是在这之前，你要告诉我，这解药你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我的同伴被劫持以后，我在他外套里面发现的。我会调查这件事的。在这期间，你要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跟我们联系，跟我们配合调查这件案子。好，没问题。记者同志，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当然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至于你说的这个嫌疑人，我们会尽快展开调查。我相信警方的力量。喂？什么？好，我知道了，马上通知应急组启动应急措施。王总，出事了。什么情况？病毒已经开始小范围的扩散，我们的观察员昨晚在投放病毒的地方被发现，已经有人感染了。这个袁占霞，他到底想干什么？喂，我是王自强。哈，亲爱的王总，想必我的礼物你收到了吧？袁占霞，你究竟想干什么？你给我的病毒和解药都有很大的问题，解药根本压制不了病毒，你搞什么鬼？王总，别那么心急。不过你们能这么快发现问题，还是让我很惊讶的。没错，我给你的病毒还有解药都是有问题的。你什么意思啊？想要钱吗？钱？钱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王自强，我告诉你我想要什么，可是你能给得了我吗？你给不了，所以我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了。袁占霞，我不会放过你的。真巧，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不过王自强，我要劝劝你，你在想好怎么对付我之前，还是先想想怎么自己解决你自己的麻烦吧。或许用不了多久，警察就能找到你。你无耻！你有资格跟我说这种话吗？像个女人一样。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了，我曾经有一个养子，他可是电视台大名鼎鼎的记者。我们之间发生所有的事情内幕，他全都知道。所以，王自强，赶紧解决你的麻烦吧。他怎么说？病毒和解药果然都有问题。他没理由这么做呀。他就是个疯子。
过我总觉着他这么做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阴谋。对了，他还说那个袁旭就是电视台的记者，是他养子，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所以要我去解决这个人吗？那袁振霞怎么办？一个一个解决吧。既然袁振霞这个老东西知道我们的计划，那他一定是躲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里。麻烦总要一个一个解决。先解决袁旭吧。另外，马上将昨晚去投放病毒被感染的人控制起来，集中集团所有力量，全力研究解决病毒的方案，把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还有，通知观察员，把我们投放病毒之后感染的人也都控制起来。但是记住了，在控制的同时，千万不能让第三者知道。明白。去吧。童心，童心，童心，你没事吧？童心，你不认识我吗？我是袁旭啊。童心，我是袁旭。别怕，别怕。喂，袁家霞，你给我的解药为什么没有用啊？哦，是吗？这可就奇怪了。难道说解药本身有问题？你能告诉我他现在是什么症状？他好像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猫了。想成一只猫，这个可就奇怪了。解药应该没有问题，那问题能出在哪里呢？是我在问你好吗？这个你就应该去问问雇我的人。袁家霞，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说研究病毒一直都是你在主持的吗？是我主持的，没错。可是我给你的解药也是雇佣我的集团批量生产的，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找他们问问清楚。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雇主的名字，他们就是 URD 制药集团。袁振霞，我告诉你，如果童心出事的话，我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孩子，你是在挑战我吗？我随便你怎么想。童心，是我。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啊？喂，于警官，我给你的解药肯定有问题。什么？没有发现病毒扩散的情况？于警官，我请你相信我，这真的不是谎言。
我知道了。有什么事情，咱们再联系。丫头，你放心，我一定不让你出事的。啊！喂，蓝天，我发给你的号码收到了吗？兄弟，这次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帮我锁定这个号码的位置。我要随时随地知道这个电话的主人在哪儿。哎，行。延续，虽然我没有在这里见面，但在这里点燃我伟大的计划，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病毒袭击即将开始，在这儿我想向大家普及几点知识。如果遭遇了病毒威胁，首先呢不要惊慌，尽量保持镇静，判明情况。然后呢，利用环境设施和随身携带的物品来遮掩身体和口鼻，避免或减少病原体的侵袭和吸入。尽快寻找出口，迅速有序地离开污染源或污染区域，不要回家或到人员多的地方，以避免扩大病原污染。那么，面对这场危机，如何应对，如何化解呢？大家好，欢迎收看《迷局》第2集。上集中，童心已经被袁战侠注射了致命病毒，等待他的是极为可怕的后果。那么袁战侠到底要干什么呢？面对这一切，袁旭又该怎么办呢？他又有什么办法来拯救童心的生命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集的精彩故事，一起迎接这最后的结局。哎，王总，我现在正在跟踪袁旭，按照他的行走路线，我感觉他应该是去咱们总部。什么？这么说，袁振侠这个老东西说的是真的了？大哥，要是袁旭真的要来咱们集团总部的话，或许他能成为我们手中最后一张能打出去的牌。好，我明白。
这位小姐，不知道你跟踪我是什么目的呢？你要干什么？我包里有钱，可以全给你，你别伤害我。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不过如果你不说实话的话，我倒是不介意给你制造一点小麻烦。这位小姐，没想到你的心理素质倒挺好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之前是不是见过一面啊？记忆力挺好的嘛。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第三视角鼎鼎大名的新闻记者袁旭吧？没错，是我。说，跟踪我到底是什么目的？既然你能来到这儿，应该一定有自己的目的。不如这样吧，咱们一起上去，坐下来好好谈谈，也许能够争取一个双赢的机会啊。你知道我想做什么？不知道的话，我也不会出现在这儿，被你要挟了吧？劝你不要跟我耍什么花招。我是个女人，在你面前，我能耍什么花招啊？走吧。还是你先请。小姑娘，我是来救你的。对于之前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我感到很抱歉，但是我不得不这么做。我不这么做的话，我怎么能搅浑这滩水呢？我希望我的儿子不会让我失望的，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到我，而地狱火计划就可以顺利实施。不管对于谁来说，结果都是美好的。请进。这位是王总，这位是电视台的记者袁旭。哦，不知袁大记者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URT 集团，王总，大家都是聪明人，我想说话就不用绕圈子了。袁记者的意思是？王总，既然袁记者能够找上门来，我想我们也就没必要隐瞒什么了，不如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谈，或许双方都会满意。袁记者此行的目的？6号病毒的解药。害死你哥哥，是我迫不得已的，所以同样的事情不会再在你身上发生。等一觉醒来，你就会安然无恙的。到那时候，你就会发现，世界会变得更有趣。袁记者对病毒解药怎么这么感兴趣啊？因为我的朋友
中了6号病毒。想必袁记者跟袁占霞关系不一般吧？我想我和袁占霞是什么关系，对您并不太重要。王总，把解药给我，同时停止你的一切计划，去警方自首。袁记者，难道你当记者当傻了吗？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个计划付出了多少吗？投入了多少吗？你让我放弃，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不可能。不过，要是袁记者感兴趣的话，我倒是可以给你一笔钱，一笔很大数目的钱。你可以用这些钱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何必在这儿跟我纠缠不休呢？王老板，您果然是财大气粗啊。不过王总，在这个世界上，钱不是可以解决所有事情的。我的孩子，请你原谅我的自私。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理解我的。拜托你，多给我争取一些时间吧。所有人员都到位了吗？好，不要轻举妄动，一切听我指挥。看来我们是谈不拢了。除了给我解药，停止你们的罪恶计划之外，咱没什么可谈的。袁记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经不能停止这个计划了，因为发生的事情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您拿我当3岁小孩吗？袁记者，实不相瞒，我们出去实施计划的人也感染了这种病毒，而那所谓的解药根本不管用。这一切还要感谢你那老谋深算的养父袁占霞。你什么意思？亲爱的王总，想必我的礼物你收到了吧？袁占霞，你究竟想干什么？你给我的病毒和解药都有很大的问题，解药根本压制不了病毒，你搞什么鬼？王总，别那么心急。不过你们能这么快发现问题，还是让我很惊讶的。没错，我给你的病毒还有解药都是有问题的。袁记者，整个病毒和解药的研发都是由袁占霞负责的。开始他给我们的样本确实是6号病毒，解药也没有问题。可是等到大批量生产，就不是那个病毒了，解药也根本不起作用，我被他骗了。可是你们的计划不是已经实施了吗？那为什么病毒没有散播开来呢？本来我们的计划是分2步走的。首先，我们是在人口密度不太大的小范围之内投放病毒，而且是在夜间进行的。
这样不会造成大规模的感染，也便于我们观察结果，然后才是大规模的投放病毒。要知道，所有传染病都是从几个人开始的，如果一开始就大面积的爆发，那样会很可疑的。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的人在发现了病毒和解药有问题的第一时间，就把所有感染病毒的人控制了起来。我问你，袁振霞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袁振霞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他从来做事都不按常规出牌。我倒是要问问你，这个他唯一的亲人，你说袁振霞他是什么目的呢？喂，蓝天，有什么消息了吗？什么？好，我知道了。王总，有句古话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我有急事，先走了。你当我这是公园呢？想来就来，说走就走。既然来了，就不要急着走嘛。你什么意思？现在虽然我们控制了感染者，但是没有解药也治不好他们。我的计划早晚会有败露的一天。要是现在再把他们软禁了，那他们的家人发现后会报警，一旦警察知道了，那我可就真的完了。所以现在唯一能挽救残局的办法，就是找到解药，治好他们。袁振霞是不可能把解药拿出来的。我知道袁振霞不会轻易的拿出解药，但是我想看看他唯一的儿子要是中了没有解药的病毒，他会是什么反应？王总，您果然是准备好的呀。所以我奉劝你不要做无谓的抵抗。别动！百合小姐，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因为如果你不能一枪将我打死的话，我将会有很多时间可以直接将这个针头扎入王总的体内。那就对不起了，王总。小心！给袁振霞打电话，告诉他的儿子已经中了病毒，赶紧让他送解药来。好。等等。照我对袁振霞的理解，如果你们那样威胁他的话，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我觉得我有办法可以让他交出解药。我凭什么相信你啊？王总，我不是也中毒了，不是吗？况且这也是你唯一的办法。
好吧，我就相信你一次。面对袁旭，王老板终于屈服了。此时最为关键的就是找到袁振霞的所在位置。那么怎么找呢？就在这关键时刻，袁旭的同事对袁振霞的手机信号进行了定位，并且得知袁振霞此时就在袁旭的家中。得到消息，袁旭立即赶回家中。此时的他心里非常清楚，接下来自己即将面对的就是最终的对决。回来了？怎么不进来吗？我刚才走之前，他不是这个样子。我保证，他睡醒之后就会平安无事。为什么要骗我？骗？给我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解药。没错，我给你那个解药，确实是假的。究竟要做什么？我不想做什么。我只是想让你帮我拖住点时间，可没想到你这么快却发现了。让我帮你争取时间？什么意思啊？孩子，我劝你一句，有些事情最好还是不要知道，免得给自己徒增烦恼。我们父子说话可不可以心平气和的？为什么要剑拔弩张呢？你知道吗？作为一名战地的新闻记者，是我毕生的梦想。可是现在你也看到了，一切都回不到过去了。所以，你就想到了用病毒赚钱的方法？你错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那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复杂？现在病毒已经传播出去了，也已经有人受到了感染。如果不是那个姓王的将所有的感染的人都控制在一起的话，后果不堪想象。而你呢？你却坐在这里告诉我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哼，感染者全被控制，我还真没有想到这点。想不到那个王子强是个胆小鬼，他只进行了小规模的释放。没想到。不过无论怎么样，请你相信我，整个事件我没有想把你卷进去，也没有想把那位漂亮的小姑娘卷进去。不会伤害。那你告诉我，童心的事情怎么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又怎么解释？
请你相信我，这只是个意外。你那位漂亮的小女朋友，她会没事的。你能保证童心没有问题，是吗？可以。你给童心注射的也不是什么6号病毒，对不对？没错。那你说让我帮你争取时间，这又是什么意思？我想把矛头指向王子强，指向他的集团。当你发现病毒解药没有效果的话，我认为你第一个要找的人应该是王子强。没错，按照你给我提供的信息，我确实已经和王子强见过面了，但是你走错了一步棋。你没有想到我和王子强会同时发现病毒有问题，而发现的同时，又将这个人锁定在了你。而恰巧，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设计的圈套。你到底想干什么？清楚允旭现在什么位置吗？清楚了，他回家了。家了。从我们这儿离开，他应该首先去找袁占霞呀。既然他回家了，那说明袁占霞就在他家里。王总，还是您高明，可以让人在袁旭的车里装跟踪器。你以为我会轻易的放走袁旭吗？我还不知道，即使我们用袁旭要挟袁占霞，就算袁占霞为了他的养子来到我们这儿，他身上也不会带解药，更不会当着我们的面救袁旭。所以，您先把他放回去，利用袁旭找到袁占霞和解药。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这么等着呀？既然解药这么珍贵，而且袁占霞清楚我们在找他，那我想这个老狐狸一定不会把解药放在身上。而且他既然能生产出新的病毒和解药，那他一定有一个自己秘密的研究基地。当他得知自己的养子中毒之后，一定会带他去他们的研究基地去取药。这个时候就该我们出马了。以你的能力对付袁占霞和袁旭有问题吗？没问题。好，知道这件事的人越少越好。好了，我们该出发了。孩子，我想做的事情很简单。那件事情过去以后，让我看到人性的丑陋，也明白了自己的无知。我想让世界混乱，想让世界陷入如同战争般的混乱。到那时候，我们人性丑陋的一面都会迸发出来。既然我们本性是丑陋的，那为什么不制造一个适应本性的环境？你根本就不是为了钱。没错，这些年我一直回忆在那个战争国家中度过的每一天，混乱、无秩序。原来我一直想改变的，我觉得这是某种人贪婪所造成的。但是现在，我很留恋那种状态。既然我们都是贪婪的，那就应该生存在一个无秩序、弱肉强食的世界中。打一开始，你就只想要传播病毒，根本就没想过要提供解药。我在研究6号病毒时，同时私下研制了一种病毒，那就是7号。
我提供给 URD 制造集团的样本是6号，但是我给他们提供生产线的母本是7号。这个王自强，他为了钱，连检查都不检查就直接投入生产，而且投放。可是你们这一次的投放并没有成功。没关系，7号病毒在我手中，我会亲自实施这个计划，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可以无拘无束释放我们丑陋内心的世界。你疯了！没错，我早就疯了。自从我知道我一心想帮助的人为了钱出卖我的时候，我就已经疯了。不，叫醒悟。把解药交给我。不可能。孩子，解药不在那里，我只带了1支，用在你的小女朋友身上了。所以我没办法。如果我告诉你我也中了病毒，你还会为了隐藏你的秘密不管不顾？你说什么？我说我已经中毒了，就是你给王自强的病毒，他现在在我的体内。什么？连您都可以利用我，别人为什么不行呢？他们给你注入了病毒，什么时候？就在见到您之前。走，快去跟我拿解药，快！不必了，你把地址告诉我，解药我自己去拿。如果我们2个一起去的话，给了我解药，我就再没有机会抓到你，因为你这样不理智的情况，也许只有这一瞬间。不可能。好。那我就待在这里，哪儿都不去。您就亲眼看着我病发好了。父亲，我的性格你知道，说到做到。元旭，你过来。解药就在 URD 集团的地下室，你去拿吧。我拿到解药之后，会把它交给相关部门，然后我会报警抓你。那你快去。元旭出发了吗？是的。他现在什么位置？他现在要去的位置是咱们的集团总部。哦，袁振霞呀，袁振霞，这个老狐狸，居然把实验室建在咱们鼻子底下了。
走。放下吧，放下。退后。这就是新的解药喽。王总，既然您已经拿到解药了，这件事情也该结束了吧？结束？开什么玩笑？你以为我千辛万苦的找到这些药，是为了救那些被感染的人吗？你知道，为了这个计划，我投入了多少钱？你知不知道，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我会赚多少钱吗？现在解药和病毒都在我的手里了，为什么要停止呢？到时候全世界的人都需要我的药，整个世界就都是我的了。王子强，别再继续疯下去了，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回头？回什么头？到现在知道整桩事情的只有你跟我，还有袁占霞，他不会说出去。至于你嘛，我想死人是不会说话的。百合，住手！袁占霞，王子强，这是我们之间的事儿，你不要为难他。你怎么？你以为一个小手铐就能挡住我吗？袁占霞，你居然还敢来？百合，等等，怎么还有话说吗？我能不能最好再跟他说一句话？都是快要死的人了，只给你5秒钟，很简单啊。文雪，好好活下去。5、4、3、2、1，
该你了。别杀我！杀我不要了，都给你，都给你啊！哎呀！元旭，快报警啊！孩子，对不起。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可能听百合说过，我们实验室有一种病毒叫6号，它的变异体叫6价，是我偶然发现的。我就是6价变异体的杰作。这种变异体可以使人的意志力和潜力瞬间强大。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救我？你是我儿子，你知道吗？这是爱，这种爱可以让我们牺牲自己，去救助他人。这种爱可以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变得无比的强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可我们心底埋藏的并不是黑暗与邪恶，而是这种爱。如果您的计划实施成功的话，消灭的并不是我们的世界，而是我们心里最真挚、最宝贵的东西。你说的对，现在解药已经找到了，赶紧去把他送到医疗机构，快去救人吧。还有7号病毒，我把它埋在我们曾经相约的小花园里。儿子，真想跟你完成我们曾经的承诺。一场巨大的灾难终于在最后时刻被阻止了。袁占侠在生命最终的时刻幡然醒悟，带着对于袁旭的内疚，带着对于自己行为的悔过，离开了人世。其实袁占侠代表着很多人，内心善良，但是面对打击，面对变故，内心的承受能力是非常低的，从而发生了人格扭曲、性情大变，甚至产生了报复他人、报复社会的想法和做法。比如说，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马加爵，还有极度疯狂的卢刚，他们都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告诉大家，遇到挫折、遇到打击，甚至遇到伤害，
我们不能一味地怪罪他人，更不能产生厌世、恨世的极端想法。我们应该做的是正确面对，然后挺起胸膛站起来，克服困难，再次踏上人生的光明大道。好了，自此我们新闻调查组的故事到此结束。至于袁旭和童心之间的感情，我想大家在心中也早已有了答案。好了，本集到此为止，我们下集再见。哎呀，将生儿来只在大家。刘主任，不好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慌慌张张的？高二3班的住校生李金川喝农药自杀了。不，你等会儿，你说怎么着？高二3班的住校生李金川自杀了。啊？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刚刚同寝室的学生发现的。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人已经昏迷不醒了，刚才打电话叫了救护车，不知道能不能救过来呢。这件事情对外界一定要封锁消息，你去通知所有的住校生，让他们闭紧他们的嘴巴，谁要违反了，留校查看，严厉警告。好，我明白了。怎么会这样？大家好，欢迎收看《迷局》第2集。县重点中学一名正在读高3的学生，在和教导主任刘老师的谈话当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学生的家庭环境并不是那么的优越，甚至可以说是有那么一点的寒酸。但是从这个孩子的表情和语气上，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孩子非常的坚强。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接下来在这所学校中又会发生怎样的特殊事件呢？元中县实验中学，我的同学李金川被逼自杀，老师刻意隐瞒，不让我们说出真相，请速来。这邮件谁发的？不知道啊，没有署名。不过这也不奇怪，我在咱们栏目组里留了我的邮箱。我想，这个人肯定就是看到了我的邮箱才给我发了邮件。那他干嘛不直接给栏目组打电话？不知道。那你觉得这是个好选题？有可能。童心，我刚刚查了元中县的信息，昨天晚上确实有一个叫李金川的学生服农药自杀了。校方给的结果是因为学习压力过大导致的抑郁症，可是这封邮件里说这个学生是被逼的。我感觉这件事里面有蹊跷。那你的意思是？走，咱们现在去看看。袁校长，您放心，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封锁了消息。我和同学们都讲好了。我刚把李金川同学的家长送走，根据咱们得到的情况，初步定论是这样的：李金川同学由于承受不了学习上的压力，患上了抑郁症，最终导致了他的自杀行为。这一点他同寝室的同学都可以作证的，应该没有问题。好，您放心。请进。刘主任，
这2位是第3频道第3视角的记者，想就咱们当地的教育问题做一个专题栏目，然后我就把他们2位带过来了。啊，你好，你好，你好，刘主任。你好，你好，刘主任，我是袁旭，这是我搭档童心。哦，袁记者、童记者是吧？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那个王老师，去给他杯水。好。啊，刘主任，不用麻烦了，咱们赶紧工作吧。行，那你去忙吧。哎，行，好嘞。刘主任，我们听说咱们这个元中县教育质量很高，而且领导呢对教育也特别的关注，所以我们特意过来做期节目。好，这个我们一定配合，一定配合。好，您客气了，刘主任。那我们就先拍一些学校和学生上课的镜头，之后呢，我们会随机采访一些学生。那个袁记者哈，是这样，现在学生们呢都在上课，咱们也不好打扰，是吧？你们可以先拍一拍我们学校院里的外景。至于学生嘛，咱们吃过中午饭以后，我来安排，好吗？刘主任，我们还是想随机的找几个学生，也没什么特别要问的，就是问一下关于学习压力啊，还有咱们学校是怎么帮助教育学生的这些问题。可以。那个袁记者，那咱们先去拍外景，好吗？行，好，那走，请。东西都收拾好了吗？你们暂时先搬到隔壁的宿舍去。如果有人问起来，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吗？我们都练习好了，放心吧。等这件事过去之后，我想着把你分到快班去。你呢，在自己的学习上再多努力努力，千万不要因为李金川的事儿把你自己的学习给耽误了。行了，赶紧去吧。来，袁记者，来你看啊，这块呢就是学生们的宿舍。我的意见呢，咱们就在门口拍一下，因为涉及到学生的隐私，是吧？咱们就宿舍的里边就不要拍了。行，没问题，听你的。好。你是3班的高磊，回宿舍赶紧收拾东西，上课去。刘老师，我试卷落宿舍了，我没有钥匙，我下节课还得试卷分析呢。行，你说你怎么这么粗心呢？啊，那行，你先把东西搬到新宿舍，我回头找后勤的老师给你开门。他们学生自己没有寝室的钥匙吗？本来有的，只不过他们的宿舍漏水了，我这不是临时的给他调了一间新的吗？所以说这个钥匙就收回来了。你还不赶紧收拾东西上课去？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作别西边的云彩。大雪已经成为空谈，生命已化作扑火的飞蛾。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寝室的楼里边不许大声喧哗，你不知道吗？刘主任，这大冷天的出那么多汗，该不会感冒了吧？没有，我就是有这么个爱出汗的毛病。那个袁记者、童记者，咱们继续吧，好吗？好，来，请。来，刘主任，那咱们下午是不是就可以开始采访学生了？这个不着急，咱们吃过午饭以后再说，好吧？
二位大老远的来的，我们怎么也得尽个地主之谊嘛。好，也是。哎，刘主任，要不然我就先给你讲讲我们这次采访的构思。哎，好，好，我也学习学习，这样能够更好的配合二位的工作。哦，不好意思，我回条短信啊。肯定是陈总又催咱们进度了。啊，学校有古怪，中午我会去给主任周旋，你先想办法找到刚才那个念诗的学生，了解情况。哎呀，你说这干了一上午的活，还真有点饿了。好，那咱们边吃边聊，好吗？没问题。领导，刘主任，我有点不舒服，要不我中午就不跟你们一起了，先回酒店休息一会儿。这多不合适啊！哎，没关系啊，我们学校有校医，我马上叫校医给你看看。不用了，不用了，刘主任，谢谢您。我这是老胃病了，记者都有这毛病，缓缓就没事了。那您缓缓，那也成，晚上咱们再好好聊，好吗？好嘞，那领导，那就辛苦你跟刘主任多沟通。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记住，缓好了赶紧回来，可别耽误工作。没人性。哟，这袁记者，那咱们也先去吃饭吧，好吧？哦，刘主任，我正好还有几个问题想再问问您，咱们再聊一会儿。我想问一下，咱们学校的学生课程压力大不大？这个要说压力呀，你说现在的学生，他哪个压力不大呀？可是这样的话，学生的心理负担会不会太重了？这样下去早晚会出问题的。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学校有心理辅导老师，专门负责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好意思啊。学校果然有鬼，我在宾馆等你。好，刘主任，要不咱就先聊到这儿，我回酒店呢还有点事儿，饭咱改天吃。我都安排好了。没关系，改天。您看这多不合适，这。先走了，刘主任。哎。有什么发现？今天我正要去找那个男孩的时候，在走廊里被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给撞到了，然后给了我这个。这么说，给你纸条的人，就是咱们今天在楼道里碰到那个学生？很有可能。那么这个学生，很有可能就是给我发邮件的人。有可能。童心，你给他发条短信，告诉他咱们的住处，约他晚上出来见面。万一那个学生不来怎么办？不来咱们就找学校去问。那能问出来什么呀？他们现在明显提防着咱俩呢。你看，你今天下午咱们采访他们那会儿，学生一个个说的全都是空话，明显就是有人安排好的。我看这里面肯定有事儿。童心，这纸里总归是包不住火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可是咱们现在连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还不知道。稍安勿躁，会清楚的。
你好，我是实验高中高二3班的学生高磊。那封邮件是你发给我的？陈总，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这是我同学李金川的遗书，就在昨天晚上，他喝农药自杀了。什么？现在我们学校已经对我们下了封口令，严禁我们在学校和其他地方说起李金川的事情。他们后来还说，李金川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导致的抑郁症才自杀的。可是我知道他根本不是抑郁症，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在学校的老师当中存在着太多的不良风气。金川是实在忍不下去了，他自己深陷其中，而且还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才走上了这条路。小伙子，你有什么理由说你老师中间存在着不良的风气啊？金川的遗书里写的还不够清楚吗？这遗书为什么会在你的手里？昨天医生在给金川抢救的时候，我从他书包里看到的。那你为什么不交给老师呢？因为这是能够证明金川不是抑郁症的唯一证据。而且我也看不惯某些老师的所作所为，所以我才偷偷的把金川的遗书给藏了起来。这要是让老师们看见了，真相永远不会被大家知道的。高磊，你能把事情仔细给我讲一下吗？啊，你稍等。你们领导什么时候来？等等嘛你！我说你胆儿挺肥的啊，敢来我们学校闹事儿！我不是闹事儿，我就为我儿子的死向学校讨一个说法。给你去，把门带上。你好，您是李金川家长是吧？哎，我是本校主任，姓刘。啊，刘主任，请坐。哎，老李啊，这件事儿呢，有关部门和医院都得出了统一的结论，就是说你儿子确实是因为患上了抑郁症才导致他的自杀。这一点呢，他同寝室的同学也都可以证明。我就是不太清楚，您还想要什么说法呢？不会的，刘主任，我家儿子金川前几天回家还有说有笑的，怎么就可能患上什么抑郁症？怎么可能自杀呢？总之，刘主任，你们学校要是不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这件事我不会罢休的。哎，老李，你这是什么态度吗？你这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我告诉你啊，你儿子不在了，我们也很痛心嘛，所以我才坐下来和你沟通。但是你不要认为这是我们心虚的表现。你们心虚不心虚和我没关系，我就想知道我儿子为什么自杀，是因为学校的管理问题，还是因为学校的教育问题，还是因为学校没有及时的和我儿子沟通开导，还是因为我儿子没有及时的交纳你们学校的试卷费，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费用？哎，老李，你这话不能乱说啊！高磊，你不用紧张，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你的同学李金川找明真相。你能保证在后面的采访中对你所说的话负责吗？我可以。
好，那么我们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的同学李金川自杀的？因为金川，他看不惯我们学校某些老师的所作所为，而且他本身就是贫困生，没有钱给某些老师送礼，他也交不起学校各种各样、数目繁多的费用，最后他才遭到了排挤，才让他受不了自杀的。能说的具体些吗？就在前几天，金川就是因为交不出几十块钱的试卷费，老师就在课堂上点他的名字当众批评。后来老师还说，要是连这点费用都交不起，那就别考试了，回家种田算了。金川就是因为跟他顶了几句，结果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了他2耳光，这事儿我们全班同学都能作证。还有吗？还有，我曾经看见有同学的家长偷偷的给老师塞了一个纸袋，再后来，原本视力不好的金川就被调到了后面的座位，而那个同学就被调到了前面。为什么？因为谁都想坐前面呢，坐前面看得清听得清，而且也不会漏掉老师所讲的内容。那你刚才说的种种现象，在你们学校里是普遍存在还是个别现象呢？在之前，我可能觉得是个别现象，可是到了现在，我觉得不久的将来，它应该会是普遍现象。这些问题你找你们学校的老师反映过吗？我只是一个学生，我怎么可能跟老师说这些问题？而且就算我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呀。到头来，也就我自己自讨没趣罢了。那为什么会找到我们说这些？因为我不想让金川死的那么毫无价值。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金川的死固然有他自己固执的地方，但要是没有那些事情，金川他根本不会无缘无故的放弃自己的生命。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儿子的死和学校有关系呢？警方和学校都已经对这件事情有了定论，你懂不懂？你这样闹下去没有什么好处。你如果要是说想多要一些赔偿的话，对吧？我可以和校领导申请嘛。你以为我就是用我儿子的死想向你们学校多要一些赔偿吗？我也没有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你儿子现在已经不在了，我理解你的心情，我才这样跟你讲的嘛。刘主任，你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你错了。老李，你不要激动好不好？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在你儿子这件事情上，我们学校没有任何责任。你们这是推卸责任。随便你怎么想。我看这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好吧？好，这就是你们一所重点中学处理问题的态度啊！这件事我一定会查个明白的。老李，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四处散播谣言，否则的话，最终倒霉的是你自己。我这是为你好。刘主任，你这是警告我还是威胁我呀？我是在提醒你，老李，这个话说多了，对谁都不好嘛。不让我多说也行，那就告诉我儿子自杀的真相啊！我跟你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他就是真相，你怎么就不相信呢？这么说，你们学校一点责任都没有？我们学校也不能说一点责任都没有啊。你比如说这个寝室的管理制度，就急需要改善。好一个避重就轻啊！刘主任，我看咱们之间也没什么可谈的了。总之，我一定会为我儿子的死讨一个明确的说法。你随便啊！你既然是这个态度，那我认为咱们确实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您请便。哼！
闹吧，我看你能闹到什么份儿上。在李金川自杀之前，你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我记得在金川自杀的前一天晚上，吓我一跳。嘛呢你神神秘秘的？哎，给班花写情书呢吧？别瞎说了，我给班花写情书，我在写自己的秘密，没准过2天你就看见了。嘿嘿，你小子还有秘密了？行，我就等2天，看你到底有什么秘密。那你现在觉得他当时写的是什么？遗书。为什么？因为当时我觉得他的表情有些怪怪的，他好像是在强颜欢笑的样子，而且当时他写的那个纸是和现在的遗书的纸是一模一样的。这么说，李金川是早有自杀的打算了。那又是什么让他最终做出自杀的决定呢？金川自杀的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宿舍。哎呀，走啊，金川，活动活动去，打篮球去。哎，你们去吧，我不去了。怎么了你？下午从教导主任办公室出来就看你闷闷不乐的，出什么情况了？没什么，刘老师叫我补交试卷费，是不是没钱了？嗨，我这有，你先垫上。不用了，高磊，谢谢你。我想着以后也用不了了。什么叫用不了了？说什么呢？来，先拿着。哎呀，不用了，真的不用了，谢谢你。我过2天回去拿。那要不咱们去吃一顿吧，我请客。行了，你赶紧打球去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去吧。行吧，那球场上见啊。这么说，就是这个试卷费导致了李金川的自杀，或者说，李金川早就想到了要自杀，这个试卷费只是最终的导火索。我觉得这2种情况都有可能。那你当时有发现李金川有自杀的迹象吗？当时我就觉得他心情挺不好，情绪也挺坏的，我就想着应该他缓缓就会好吧。谁也没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是谁第一个发现他自杀的？也是我。我当时在球场上打了一会儿球之后，心里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我就想着我回去看看他吧，也好劝劝他，让他别想那么多。于是我就回到了宿舍。哎呀，今天不学习了？金川，你是不是不舒服呀？金川，今天怎么了？身体不……然后我就赶紧跑出寝室，我就赶紧找到寝室管理员，然后他赶紧找到了我们的老师，他们就打了120。可是等救护车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认为李金川的自杀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学校的某些老师的不良作风、不合理的收费，还有对学生的暴力行为。
那么，你觉得李金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不怎么说话的人，他性格比较内向。做事情极端吗？不，他挺容易相处的，也特别讲道理，所以我们根本没想到他会做出那么极端的事情。那么，你为什么不把遗书直接交给李金川的家人，而是交给我们呢？因为我想让他的死能够有价值，希望能够引起学校的重视，也希望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在其他任何一所学校都不要再发生了。那如果校方知道你向我们提供线索，会怎么处理你呢？我不知道，不过估计以后的日子不会太好过。高磊，谢谢你。也没什么好谢的，我本来就是金川的同学，也是他为数不多的一个朋友。金川的死也让我想了好多。这样，如果你们学校知道这次采访的事情，并且要处分你的话，你随时可以联系我们。这是我的名片。我只希望你们能够实事求是的报道，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够深入挖掘，好让事情的真相早日被大家知道。放心，我们会尽力的。这个是金川家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你昨晚休息的怎么样？我一晚上都在想李金川的事情。我也是啊，好端端的一条生命就这样没了。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你觉得呢？揭开真相。那还等什么？不管李金川的死因是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个学校的某些老师的做法，已经让他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对，所以咱们作为第3频道的记者，一定要把真相公之于众。职责所在，义不容辞。走。请进。哎呦，二位记者真是敬业呀！哎，那个吃过早饭了吗？我们已经吃过早饭了。啊，那请坐。哎，那个，二位记者，看我今天这工作怎么配合？好，刘主任，您昨天说的，我回去想了一下，也确实，老师们都比较忙。要不，您看这样行吗？我们就直接采访您，也算帮我们完成一个任务。采访我？嘿，我行吗？有什么不行的？随便说几句就可以了。啊，那咱们赶紧开始吧。刘主任，这么着急，不会是着急想赶我们走吧？哎呦，程记者，您这开玩笑了。您二位是大记者，这我平时想请都请不来，我怎么可能赶你们走啊？那就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想咱们实验中学肯定没有什么亏心事吧？那肯定没有。我们学校一定要对得起学生和家长的信任。啊，行，那咱们就开始。哎，好。刘主任，哎，我之前听说咱们学校存在滥收费的现象，不知道是真是假。袁记者，这个好像不在咱们的采访内容之内吧？您只要回答是，
或者不是？那没有的事儿。我们学校的收费那都是公开透明的，绝对不会存在乱收费的现象。那咱们学校收取的试卷费用又是怎么回事呢？国家明令禁止乱收费，特别是试卷费。刘主任，这又怎么解释呢？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误会吧。误会吗？那么为什么会有个叫李金川的学生因为交不起试卷费而被老师扇了耳光？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什么有试卷费？什么李金川啊？刘主任，我们只是想知道李金川到底是为什么自杀的，还有校方在李金川自杀之后，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封锁消息呢？没有的事儿，这是你这件事情，警方和学校都已经有了定论了。这个李军川同学啊，他就是因为承受不了学习上的压力，患上了抑郁症，所以说他才自杀的。是吗？是。那为什么李金川同学的遗书中不是这样写的呢？遗书？这什么遗书啊？刘主任，你好好看看吧，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学生会在临死之前写下这样的事情吗？一派胡言，这赵勇，污蔑这事儿。刘主任，都说孩子的心灵是最纯洁的，况且是一个即将失去生命的孩子。你认为他连死的勇气都有了，还有必要恶意造谣重伤咱们学校吗？袁记者，这个事情真的不像这个遗书当中写的这样，您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那我倒想听听刘主任口中的真相是什么。不过刘主任，我劝你在讲话之前最好想清楚，因为你所说的一切我将会作为采访资料直接在电视台播出。我曾向往的高中生活，想不到要以这种方式结束了。我带着憧憬来到这所梦寐以求的高中，迎接我的却是残酷的现实，虚伪、势利、外强中干。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老师？你让我对这所学校产生了阴影。有人看见你在办公室收受家长的礼物，还有没有人民教师的样子？批评了某局长的儿子，又把人家叫到走廊上道歉，你还有没有人民教师的样子？看看这所学校现在成什么样子了，它似乎只有两种功能：一是当地政府的形象工程，二是当地强势阶层家庭子女的御用学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最终得到了利，又能怎么样呢？人们总是喜欢实在的、看得见的利益。我们穷其一生，到头来只为了一个利字吗？一个伪装的生命究竟能存几世？一个孤苦的生命究竟能走多远？我们要交所谓的试卷费。金庄的老师，
当时他二话不说就给了我一巴掌。那位老师，你真厉害呀！对学生犯的错，应该以教育为主，即使教育不改者，也应该按照学校的校规处理。谁允许你打人的？身为老师，对一个涉世未深的学生冰冷的一巴掌，除了身体上的痛，更痛的是他的心。妈，对不起，最对不起的是你们。儿子无法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无法为你们养老送终，对不起。关心过我的亲人们，关心过我的好朋友们，对不起。我辜负了你们的期望，辜负了你们的情谊。我以自己的方式寻求自己的解脱。这次真的要说再见了，李金川，绝笔。怎么样，刘主任，想清楚了吗？咱们是不是可以好好聊聊了？这个事儿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解释，我看还是由校领导来跟你们沟通协商吧。刘主任，如果在这个时候校方还想逃避责任的话，那么作为新闻媒体，我们就有必要拿起舆论监督的权利了。还有，我应该告诉你，在来采访你之前，我们已经把所掌握的资料全部交给了当地的教育部门，领导非常重视，已经立刻成立了特别调查小组，并且告诉我们，对学校那些管理者乱收费、对孩子的暴力行为要严查、核查、严肃处理。我想，调查小组现在应该已经在路上。好吧，我说，我全说。那个，我们学校确实存在着，没有经过教育部门的许可，就设立了一些收费项目这个情况，也有。个别老师确实也是，也存在不正当的工作作风和这个错误的教育方式。经过袁旭和童心的报道，在相关上级部门严格的检查之下，实验中学受到了最严厉的查处，相关负责人不仅被逐出了教育界，更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在公众的监督下，在相关部门的严管下，那些唯利是图的毒虫势必将无处藏身，不再存在。好了，这就是我们本集的故事，下期再见。